作家冯唐曾经提到过一个有趣的观察，他发现那些内心消耗特别大的人，往往是性格善良的人。他原本学的是医学，在成为全职作家之前，曾在医院里工作了好些年。通过多年的观察，他注意到许多身体和心理出现状况的人，大多是大家眼中的好人。这些人心底里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，遇到事情喜欢憋着不说，还老是钻牛角尖。用冯唐的话来说，他们因为太善良，想得太多，做的也太多，最后把自己累垮了。精神上的内耗往往跟过于强烈的道德感脱不了关系。如果一个人稍微少点良心，或许就不会那么纠结了。在一本书里叫《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》，有句话让人印象深刻，大意是说，没有什么批评比自己对自己的批评更狠，也没有什么法官比我们自己更严厉。书中的主角蛤蟆先生就是个典型的例子，他是个勤奋、善良又热心肠的人，可不管遇到什么事，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责怪自己。他每天埋头苦干，如果别人稍微露出点不满意，他就在心里骂自己没用。有一回他跟黄鼠狼打斗，虽然勇气可嘉，但没能一下制服对方，他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。还有一次备欢算计，明明是对方耍心眼，他却把所有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。结果呢，蛤蟆先生因为老想着这些，陷入了严重的抑郁。生活中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少见，工作上出了点问题，哪怕跟你没半点关系，你也会觉得过意不去，在心里翻来覆去的想。家里忙前忙后，有一点没做好，就觉得自己差劲，懊恼的不行。跟人打交道时，生怕给别人添麻烦，总是考虑对方的感受，把自己弄得小心翼翼。这样的日子过得太累，而这一切的源头，可能就是因为你太善良了。你太在意别人的想法，总想多付出点，对自己却老不满意。这种对自己挑剔和苛责的心态，才是让你痛苦的根本原因。有个网友讲过他自己的故事，他刚开始工作时，对同一个部门的王姐特别照顾。他看王姐年纪大了，就主动帮她做事，甚至加班。可王姐呢，从来没把他放在眼里，有什么问题还全都推到他头上。他本来想跟对方摊牌，可一想到王姐日子也不好过，就硬生生把委屈咽了下去。那段时间他心里憋得慌，天天自我折磨，还觉得自己太没原则。可王姐却照样过得轻松自在。那些不善良的人从不反思，反倒是好人老在自责，太替别人着想，老想着自己的不足，痛苦就停不下来。学会别老拿良心惩罚自己，或许才能摆脱这种内耗的泥潭。贾平凹也写过类似的事。他年轻时有一阵子老失眠，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想这个世界上的事，想自己到底算不算好人。那时候公社修水库，他力气小，拉不动车也抡不动锤，就觉得自己没出力，缺了点奉献精神。他在报纸上发过一首小诗，挺受欢迎，可他转念一想，这么做是不是显得别人不行，自己有点太出风头了。看到老乡饿肚子，他很想帮忙，可自己也穷得不行，帮不上什么，心里就特别愧疚。那会儿没内耗这个词，贾平凹管这种胡思乱想叫心理折磨。他说，这种折磨让他吃不下睡不着，第二天做事也没精神。可是做不好，他又开始新一轮的胡思乱想。刚工作的那几年，他过得迷迷糊糊，怎么也搞不清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。后来经过几十年的摸爬滚打，他终于看开了。他说，好人规矩多，规矩多了就容易想得多，想得多就成了心病。可坏人呢，没什么羞耻心，所以活得心安理得。想通这个道理后，他放下了那种过强的道德感，做事尽力就行，不再对自己要求那么严。他觉得自己既是好人也是坏人，算是个坏好人。他说，人只有当个坏好人，才不会被道德绑得太死。太追求完美，老给自己压力，最后就是想太多，内耗不停。稍微冷淡一点，
反而能让自己从内心的纠结中解脱出来。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朋友心情不好来找他们诉苦，哪怕自己也一堆烦心事，他们还是耐着性子听，陪着安慰。单位组织团建，大家都去聚会，他们明明累了一周，只想回家歇着，可为了不扫大家的兴，还是硬撑着去了。晚上滑手机，看到个感人的影片，就把自己带入进去，半夜 emo 的不行。这种人天生敏感，又特别懂事，总能站在别人的角度想问题，特别会共情。可他们把温暖和关心都给了别人，却忘了好好对待自己。当一个人把外界的负面情绪全盘接受，别人的事就变成了自己的烦恼。时间长了，这种对别人的共情就成了折磨自己的负担。医生陶勇在书里写过自己的经历，他刚工作那会儿，很容易被别人的情绪带着走。有一次，几个同事聚在一起聊天，护士长抱怨生活不顺，语气里满是不满。实习生小刘说起被家里逼婚，情绪激动得不行。科室主任聊起未来的担忧，也唉声叹气。陶勇听着听着，自己也跟着低落起来，开始瞎担心，胡思乱想。一个人要是老扛着别人的痛苦，自己的内心就容易乱成一团。2014年，有社会学家做过一个实验，他们找了66个大学生，让他们看图片，然后写下图里人物的感受。结果发现，那些共情能力强的人能很快猜出别人的情绪和处境，而且描述得很准。可与此同时，他们体内的皮质醇水准也上升了，也就是说压力变大了。研究者得出结论，人的心理资源是有限的，太关注别人的感受，就容易让自己陷入内耗，这就是常说的共情疲劳。在一档节目《圆桌派》里，梁文道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，大意是最理想的关系就像人和猫的关系，猫陪着你但不会打扰你，有种不过分介入的冷淡。所以跟人相处最好保持点距离感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，你没必要也不可能救所有人。允许自己退一步，守住自己的心理底线，也允许自己说不，别老背着别人的包袱。在一本小说《妙不可言》里，女主角伊丽莎白·佐特读博士时被导师不公平对待，她没想着怎么为自己争取，反而怪自己不懂人情世故，怪自己不够讨人喜欢，怪自己能力不行。好不容易毕业后进了化学研究所，她又老跟人起冲突，有人偷她的研究成果，有人造谣重伤，还有人故意让她吃亏。可她为了顾及对方的面子，每次都忍着不说。她老想着为什么倒霉的总是自己，到底该怎么做才能让人喜欢。可越想越乱，做事也越来越没章法，没几年就被研究所开除了。离职后，她的生活一下子没了方向，精神状态也垮得不行。走投无路时，她终于决定改变。她不再当老好人，变得果断起来。后来她在电视台做美食节目主持人，有人质疑她，她就摆事实讲道理，为自己辩护；有人欺负她，她就大胆反击，维护自己。她再也不会因为别人一句批评就焦虑不安，遇到问题就解决，碰上麻烦就面对。最后，她靠着学识和果断，成了全国知名的主持人。心理学上说，心肠太好的人更容易精神崩溃，他们对自己要求太高，对别人太体谅，又不会排解情绪，只能靠内耗折磨自己。在豆瓣有个小组叫每天学点心眼子，里面很多人给出建议，比如遇到事多往外找原因，别老责怪自己；比如别人求帮忙，不想帮就不帮，反正他自己总能解决；再比如干脆拒绝，甚至翻脸，毕竟为难你的也不是什么好人。总结起来，就是别老给自己贴好人标签，稍微没心没肺点。哲学家尼采说过，良心太敏感的人，每次违背良心都会脸红心跳。过强的道德感就像一把无形的剑，挂在头顶上，看不见却老束缚着我们，让人活得小心翼翼。别让善良反过来害自己，远离良心带来的内耗，才是聪明的活法。
做个有良心的好人没错，但前提是先对自己好一点。今天先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订阅智慧补丁，超越自我，完善人生。